脾胃是指脾经和胃经。中医认为，脾胃五行属土，属于中焦，同为气血生化之源，共同承担着化生气血的重任，是后天之本。人从出生之后成长，需要大量的能量，而这些能量都是要通过饮食而来。但是饮食必须要由脾胃共同工作，才能转化为气血能量。脾不能虚，不管是平时的养生保健，还是大病重病的康复，都离不开脾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养脾呢？养脾有方法，而且非常简单。以下详述养脾的几个方法，若能持之以恒，相信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的。感谢支持简单生活频道，如果养生小知识对您有帮助，请点赞留言，多多支持。脾是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。我们每天要吃饭喝水，饮食进入身体，全都要依赖脾的运化功能，以气化成精微物质，营养全身。也就是说，脾是生命的根本保证，脾最不能虚。举例来说，痰湿体质的人，其根本是脾虚。脾虚则气化减弱，阳气不能运化，则代谢产物易于积聚，化为痰湿。痰湿无所不在，而且各种怪病因之而生。俗话说，怪病多由痰作祟。再者，久病之人，脾气必弱，脾弱则生痰，由此说，久病多痰。脾虚的病状很多，或气血生化不足，气血维系着生命，气血不足，生命的活力极减弱。在女子会月经减少，甚则闭经、不孕；在儿童会面色萎黄，精力不足；在成人会眼涩、视物模糊、思维迟钝等等，或聚湿生痰，痰气无形无质，无所不到，为患最多。凡是怪病、久病，多与痰相关。或四肢乏力，脾主四肢，主肌肉，肌肉萎缩的人必然与脾虚相关。或精神不振，精源于肾，神源于心，但精神以脾为根基，脾旺则精神旺，脾虚则精神弱。或注意力、记忆力下降，脑为髓海，凡是脑转耳鸣、颈酸眩冒、目无所见、懈怠安卧等等髓海不足的症状，其根本则是脾虚等等。脾虚可以目测，脾气通于口，脾气和顺则口唇能纳五谷，脾有病则唇色改变，或发黄，或发暗，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。又按面部诊断，脾阴于鼻头，鼻头色黄，必属脾虚。按手掌诊断，手掌中间及大鱼际对应脾，若发暗亦是脾虚之象。平时认真调理，自己注意观察这些部位的变化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脾气是否充足。我们都知道肾不能虚，虚则易衰老，却不知脾更不能虚，虚则百病丛生。那么，应该如何养脾呢？情绪控制对于养脾很重要。从中医来看，肝属木，脾属土，木本克土，维持着木与土的平衡。若木过旺，则成土，导致土虚。由此说，养脾先要养好情绪，情绪控制对于养脾很重要。从中医来看，肝属木，脾属土，木本克土，维持着木与土的平衡。若木过旺，则成土，导致土虚。由此说，养脾先要养好情绪。想想天地万物各有规律，各行其道，我们生活在天地之间，应该开心才是。感恩天地给了我们生命，感恩万物为我们提供生活的必须，并且给我们以快乐。经常想想别人的好，多存感恩的心、向善的心、快乐的心，这样心境自然就开了，自然肝气顺畅，脾土得以安康。这也是养脾的方法。若土气壅滞，需要木来疏土，则土气不滞；若肝气肝火偏旺，会伤损脾土。要让脾健康，就要养肝柔肝，顺畅肝的气机，让肝气可以正常疏泄，这样肝木与脾土处于和谐关系，肝不郁，则脾不虚。因此说，养脾就要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永远不要发怒，尽量减少发脾气，
这是疏肝养脾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养脾的5个要点：一、脾喜燥恶湿，喜温恶寒，因此养脾要食些温性的或燥性的食物或中药，比如我们厨房里常用的各种香料多是温性偏燥的，因此依据养脾之功，如紫蔻、砂仁、肉蔻、肉桂、丁香、花椒、大料、小茴香、木香、白芷、良姜、干姜等等。脾主土，故需食多得土气的食物，如地下长的地瓜、山药等。脾喜温恶凉，故需食温；脾色为黄，故需食黄色食物。小米色黄，最养脾土，脾得再缓，故需食甘味以缓脾之情。2、香味入脾，香可醒脾，香可燥湿，亦可让脾舒畅。炒香的食物多具养脾之功，如炒花生、炒瓜子等。再者，米或面食烤成半焦半糊时，极有香味，亦可养脾。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吃锅边上烤成焦黄色的玉米饼子或馒头，大概小孩子天性知道此物健脾。推之，烤成金黄色的面包又焦又脆，此当属养脾之物。3、小孩子从小就要注意勿过食生冷，包括不少瓜果、冷饮、凉水等，因为会伤损脾阳。而对小孩子来说，最好的零食是麦芽糖和锅巴。有人担心吃烤箱的食物会不会上火，我认为不能吃刚烤出来还烫着的，可等凉至室温时再吃，即不会上火。脾虚之人又可坚持晨起喝生姜红糖水，有助于温脾，便能生阳。4、脾为中土，为阳气左生之枢机，历代有不少养脾的中药及汤方。健脾燥湿有苍术，有平胃散；补脾化湿有茯苓，有四君子汤；醒脾助运有草果，有醒脾散；温脾驱寒有干姜，有理中汤；生脾益气有黄芪，有补中益气汤；养脾和中有人参，有桂枝人参汤。如此等等，皆是宣畅脾阳、调和中气之方药。脾主运化，若脾虚运化无力，常会吃什么拉什么，且面黄肌瘦，此时当重视养脾。脾喜甘淡而又辛辣重浊，因此甘淡可以养脾。脾气太虚，千万不可吃香喝辣。养脾可用此方：茯苓、薏仁、芡实、山药各30克，陈皮10克，水煎服，日1剂，或上药烘干，共研细末，每次15克，日2次，冲入温热的米粥中服下。5、艾灸有温阳之功，最合于养脾之虚。凡脾虚之人，皆可艾灸脾经元穴太白。脾经主时为上午9点至11点，因此若能在这个时间内艾灸，效果更好。脾性升清而胃性降浊，二者为气机升降之枢机，故养脾之升要同时养胃之降，可配合针灸胃经合穴足3里。脾应于季夏、小暑大暑时节最需艾灸，以健脾化湿。